如果你是不太了解分形的，那么你听过分形唯一的渠道，我相信是长论。听好了，阿哲猜一下，但是8、9不离10。现在呢，在股市当中能够听到分形这一个词的相信大部分人是从长论当中听到的其他的理论，如果你没有去学得很深刻的话，你应该是没有接触到分形这一个概念。但很多人以为分形就是长论当中所发明创造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分形是在1975年的时候由罗德·伯罗特他首次提出。他呢不是炒股的人，他是研究几何学的。分析理论它是非线性科学3大理论前沿之一它是分形。而长论呢，它也不是第一个用在股市当中的因为在它之前有一个理论叫混沌理论，它就已经提前描述了分形的使用混沌理论在长论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理论其实都用到了分形。长论呢只是相对的再把它发扬光大长论的知名度呢更高一些因为它是属于中国的理论所以呢我们很多中国人听得比较多的就是长论像什么混沌理论它呢更早出现更早呢提过分形好，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下什么叫分形呢？分形其实很简单，我们把阿哲这个头像遮一下，看到这里，什么叫分形呢？分形有顶分形和底分形之分。分形一般不看颜色，大家注意了，分形不看颜色注意了，分形不看阴阳，就是它是阴线阳线都不管。在初始的分形学习当中，我们只管它的高低点，只看高低点。一般上涨就看高点，下跌看低点，是不是有点像这个9天账法？我们刚才说9天账法的新值，是不是也有点类似它不看什么，它什么都不管，上涨只看高点的变化。当然呢，它加了一个是上涨的高点有一种新值的数法是不管就只看高点那个呢我们暂且先不学。好，那么像分形也一样分形的话呢，它顶分形它关注的是中间的一根 K 线，它的高点是3天之内最高的，那么它就是顶分形我们这是最简单的，不是严格的最简单的。好，那么它就是顶分形了。只要有一根 K 线，它的高点比昨天高，比明天高，好，它就是一个顶分形。好，那如果有一个 K 线，它的低点比昨天低比明天低，那么它就是一个底分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初始的、最不严格的分形结构。好，对于这个分形应该不难理解吧？没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个9回复个9，这是个分形我们分形的基础概念就是我不管像常论当中呢会讲一下分形的包含、分形的规整分形的这一个内在结构，但是我们这里呢先不管，我们就看基本的分形的定义，就看上涨中有没有那么一个 K 线，它的最高点比昨天、比明天都高，它就是顶分形。那有没有一根 K 线的低点在下跌中比昨天低比明天低，它就是底分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的就是分形为什么要去研究呢？分形为什么要去研究因为分形价格走势它会在关键的点位出现。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分形技术你学完之后，你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市场，只要是 K 线都没问题。好，我们看到这里，因为分形会存在顶底之间。为什么要顶分形底分形呢？因为分形我们刚才说技术分析有一个必然的事项有一个必然的事情不能点击嘛那看来是我这边是正常的各位不能点击的话，可能你要看一下你的设置的问题了
我们说技术分析有一个必然的规则，就是没有一个技术是肯定的，没有一个技术是100%的，这是技术分析中必然的。但是阿哲呢，在现在在今天，我要稍微推翻一下，有一个观点在股市当中是100%的，什么观点呢？这个观点就是分型在顶底之间是100%存在的。大家注意了，分型在顶底之间是100%存在的。来看到这里，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高点比昨天高，比明天高，它是一个高点，是不是顶分型？好，它是不是一个高点？它是不是一个顶？是吧？顶分型一定存在在高点之间或低点之间，顶底之间一定会有顶底分型，这是股市当中阿哲目前认为是少数必然存在的技术分析一个观点。你很难100%确定一件事情，但是阿哲100%跟你说，只要它不退市，只要它还在交易，它的顶底就一定会有顶底分型那是不是有一个低点比昨天低，比明天低，是不是底分型？你会发现每一波的高低点都有顶底分型。好，那有朋友说阿哲你这不是耍无赖吗？是吧？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高低点之中一定会有顶底分型呢？因为顶底分型本身揭露的就是高点和低点的出现，因为顶底分型本身揭露的就是高点和低点的形成，所以只要是顶底就一定会有顶底分型。那么我能不能反过来说呢？只要有分型出现，就一定会见到顶底。我能不能这么说？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我能这么说的，只要有分型出现，就一定有顶底。这句话，如果你觉得没问题回复一个 yes； 如果觉得有问题，回复一个 no。刚才我们说100%可以确定的是什么？顶底之间一定会有分型顶底之间一定会有顶底分型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说法。只要有分型，就一定会见顶底可以吗？可以这么说吗？是吧？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分型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那么多分型的使用技巧如果说分型出现就一定会有顶底的话，那么很简单嘛，我就看3根 K 线，我就可以暴富了这个巴菲特都比不过我巴菲特老爷子都比不了你，是吧？我找一个底分型我就买进等到顶分型我卖出，那不就是100%的盈利吗？是吧？那问题来了，你看到这里，这里有一个低点大家看看我怎么发现怎么那么多朋友没有回复 no 呢？怎么我只看到一个朋友回复了 no， 大家都不敢回复吗？大家觉得没问题吗？难道真的出现这个顶底分型？难道真的出现顶底分型就一定会见顶底？那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一个低点吧，比昨天低，比明天低，那它是不是一个什么？它是不是一个分型？底分型？那底分型应该见底我买进之后第二天立马下跌，是吧？你买吧，一定会见底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又有底分型了，这里才见底的但问题前面这里是不是个顶分型它的高点比昨天高，比明天高，你会发现这个分型好像到处都有，到处都存在。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了，没错，分型它无处不在。为什么分型会作为非线性科学3大理论前沿之一呢？因为就是它具有这种无处不在的性质，在不要说股市，就是在全世界，在任何一种物质当中，我们都发现，就是科学家们发现分型它无处不在包括我们所说的 DNA 当中，它也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分型，包括你看到的一些雪花，是吧？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下雪，在一些墙面上，在一些玻璃上所结出的晶体雪花，它其实放大之后也是由一个一个的分型组成的很神奇，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呢，你如果感兴趣，后面可以去搜索一下分型
分形无处不在，在股市当中也一样，分形它无处不在，无数的分形组成了当前你所看到的 K 线行情上涨和下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分形？就因为它无处不在，它特别的常见，而它也是市场的组成部分。那如果你能够研究分形，并且研究到一定层次，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底分型它不能够见低点，为什么这个底分型之后它能够见低点。分型它不是作为一个预测，就是出现了底分型它后面会涨，不是这样的。分型不是预测技术，分型呢是一个跟踪技术，所以我们说的是趋势跟踪系统的形成。初始构建，我们要先认识分型。刚才有朋友提到一个点很好，就是分型的强弱啊，这是分型初级的学习当中我们的第二项。第一项先认识分型，第二项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分型结构的一个强弱。好，那么我们往下看，那分型的强弱它有2个要素，一个叫做强弱，一个叫做标杆。就是我们再进一步，你说我现在认识分型了，我接下来怎么看？我接下来呢，我还要看2个东西，一个叫强弱，一个叫标杆。它能够初步的让你比只会看顶底分型的人更进一步、更强化，而你发现的那个分型是有效的。好，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强弱啊。我们今天呢先讲强弱。什么叫强弱呢？如果出现一个分型，我们不管它的颜色不管颜色这里呢3呢，我们看一下，这里阿哲应该想画的是阳线。好，3号 K 线和1号 K 线，它作为分型强弱的对比。如果你发现3号 K 线的收盘这里我应该画的是一个阳线阳线因为当时阿哲讲这一套分型理论的时候，当时针对的学员主要是国内的一些客户所以呢，当时阿哲这里呢画的是一个红色 K 线，这里大家呢自己做一个仿像自己仿一下颜色。好，那么这一根 K 线的收盘，它要比1号 K 线的高点高，它只要收盘超过1号 K 线的高点了，我们用2号 K 线的低点来确定分型的存在。我们用3号 K 线的收盘和1号 K 线的高点来确定分型的强弱。因为股价的上涨有动能的强弱之分，如果一个分型的出现它只是一个小反弹，那么意味着一个分型所形成的低点它不牢固。如果分型出现之后形成的上涨力度一开始就很强，我们认为多方在其中投入了较多的资金，那么这个低点就更容易变得可靠我们这是通过一个 K 线的视角来去判定底分型它的低点强弱。好，那像这些3的收盘比1高都属于强那么像3的收盘不比1高呢，我们觉得它都属于弱都属于弱这是强弱之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来告诉阿哲，这个位置的下跌出现了一个低点，比左的低，比右的也低，请问它是强还是弱？请问它是强势的底分型还是弱势的底分型？是强还是弱强呢还是弱呢？很明显的是3号 K 线它的收盘价有比1号 K 线的高点高吗？没有，它是弱。那弱势的底分型它的低点就一般不太可靠，那么一般弱势底分型它的首次上涨往往它就比较曲折，好，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它也是弱的也是弱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出现之后，请问它是强是弱请问它是强是弱？最近呢出现了两个这一个底分型第一个我们看出来了，它是一个弱势第一个看出来它是一个弱势。好，那现在第二个
好，现在第二个它是强吧？底分型出现3收盘比1高，所以它叫强势。那强的是比弱的更容易走出上涨，强的比弱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启动呢？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分型看到这里这个阳线至少比前面这个底分型好一些那么同样的，我们再看到这里，这里是一个顶分型，顶分型其实一样，我们就看收盘有没有跌破1的低点，跌破了就是下跌强势，跌破了就是下跌强势。好，那如果没有跌破，就是下跌弱势下跌弱势。好，那我们刚才说这个位置一根大阴线下来了，很强势的下跌吧。好，那请问告诉阿哲，这个位置的顶分型是强势下跌还是弱势下跌？是强势下跌还是弱势下跌？请问这个位置的顶分型是强还是弱？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3号 K 线3号 K 线和1号 K 线，3的收盘跌破1的低点了吗？没有没有，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位置是不是没出现强势的顶分型？那么你说它当天看着下跌很强势，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看它说是弱呢？因为它没跌破，我们要对比，注意了，对比。所谓的强弱，股市当中从来不单去看当天，它一般需要对比这一天的下跌对昨天来说很强，但是对于分型来说它不强那包括这波调整为什么好像力度不够因为上方的高点是一个什么分型？是一个相对的弱势顶分型当然呢，弱势顶分型如果出现了跌破就是弱势顶分型如果也跌破了，它不跌破这个动能呢就一般跌破了说明还是有风险的。但目前呢，是不是重新突破站上，回踩一下又突破？所以目前是重新站回到了前面的一个分型当中好，我们看到这里，那包括这里是一个弱势的，是吧？弱势的好，弱势的一个底分型，但它现在弱后面能转强吗？我们是不是它的高点能不能过？它高点就是压力。好，那出现了一个分型是弱势的吧，3是弱的，没有比1高，那么它是不是股市当中弱势分型？那它后面有转强吗？是不是过去之后，我们认为它依旧走强了，只是它走的比较慢而已它第一天没走强后面隔了之后走强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分型它是一个跟踪它不是预测，它是跟踪。我们需要用分型来判断市场当中它的多头强弱以及后续的强弱，这是分型当中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学习分型。你刚开始怎么学呢？这么去看。好，你说那阿哲能不能更加深入？我刚才学的分型还不够这个还没学够，是吧？那更深入的阿哲这边可能讲出来这个味道也不浓所以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Jacky 老师会给大家用2节课程专门去讲分型分型的趋势构造，怎么用分型找拉升，怎么用分型做个股交易，以及用分型找到起爆点这是呢我们内部课程后续要讲到的内容。新值一般新值到3我们一般关注新值到3新值1和新值2阿哲一般比较少去关注因为它稍微波动一下就会有1和2，它特别容易出现但你也可以说它是上涨强势的表现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只有新值1，那正常来说它的高点应该很近才是。好，请问3号 K 线和1号 K 线比还是2号 K 线？强弱的话和1比，就是3和1比是看强弱的2号 K 线只有一个作用，2号 K 线就是确定是顶分型还是底分型如果2呢是最高价，那么就是顶分型；2是最低价，就是底分型。如果是上涨当中，那有朋友说，那阿哲，那如果刚好这根 K 线它又是最高又是最低呢？它又是顶分型又是底分型你又关注它是下跌还是上涨。
上涨当中你用它当顶分型用，下跌当中把它当做底分型用啊，这是一些实战的细节。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个课程啊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啊，我们准备接近尾声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到此结束了。阿哲呢也基本上想要讲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的差不多，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